这期纪录片聚焦于2位初次组队挑战的年轻男女，他们将在荒野中经受无穷考验，裸身面对缺乏衣物、食物和水源的环境，探寻在这样的条件下究竟能坚持多久。与以往节目的激烈竞技不同，制作组决定以全新方式呈现，从热忱的粉丝中随机选取2位荒野新手，将其投放至鸟不拉屎的偏远地带，面对14天的极端挑战，成功完成者将各自赢得10万美元奖金。挑战者中，外科医生强哥是该节目的忠实观众，经常通过反复研究总结，吸收了许多选手的经验。以北美小诸葛为外号，强哥决定在这次挑战中证明自己的才华和能力，对于成功赢得奖金充满信心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飘，一位无忧无虑的富二代，对奖金不感兴趣，却热爱荒野求生。阿飘平时常采集各种野菜野草尝试，充分展现出他的冒险精神。这2位迥异的性格将在野外求生的艰辛中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挑战开始，2人在节目组提供的基本道具中取得了菜刀、打火棒和饭盘。地图上标注唯一的水源地，而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河边。初次踏足野外求生的2位挑战者兴奋不已，一路上不停地交流。然而，寻找水源的过程并不如他们预期，只见一片泥潭，幸好淡水湖并不遥远，花费了半小时终于走到了湖边。在湖边，强哥灵活地使用饭盆舀水，趁着天未完全暗下来，赶紧开始生火。强哥展现了他在观看荒野求生节目中学到的火种技巧，轻松引燃了火堆，并将刚捡的水放在火堆中烧开。接下来的任务是搭建庇护所，2人来到一片灌木丛，决定用荆棘围起一个简陋的营地，以保护自己免受野兽袭击。随着计划的展开，强哥负责荆棘，而小芳则扛树桩，最终完成了一个简陋的庇护所，为2人提供了温暖的休息地。然而，他们逐渐意识到野外求生的艰辛程度远远超出预期。夜幕降临，强哥点燃了中央的火堆，计划早点休息。然而，四周传来各种野兽活动的声音，让2人整夜难以入眠。次日早晨，强哥发现水牛路过的痕迹，而巨大的水牛显然是他们无法对抗的。小芳紧接着加固了庇护所的荆棘，祈祷水牛大哥不要前来挑战。在阿飘的带领下，他们在草原上寻找野菜，尽管这些野菜与树叶看上去相似，但实际上是当地常吃的美味佳肴。小芳兴奋地抓了一把放在嘴里，得意的表情显示这把是稳的。强哥也因此心情大好，2人一同享受了丰盛的食物。在野外求生的征程中，他们将面对更多挑战，但有了这样的队友，他们相信14天的挑战不应该成为问题。吃饱喝足后，强哥也决定展示自己的狩猎技能。然而，在一次与水牛相遇时，他差点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挑战者们未能成功捕获任何猎物。阿飘在湖边取水时偶遇了一只野猪佩奇，然而在他犹豫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时，敏锐的佩奇立即逃离了，让阿飘只好通过取水来暂时填充空虚的胃。当他们在野外的日子持续过去时，碗里仍然只有水煮野菜。强哥开始感到内心的崩溃，他对自己在面对水牛时没有更大胆的举动感到后悔，而现在他已经渴望吃到肉。放弃了牛排的念头后，他们的目光又转向了烤鸡。2人利用藤蔓编织了大量绳子，计划用这些绳子来制作捕鸟陷阱。这个方法是强哥从电视上学到的，因为有成功的案例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可行的，并非追求百发百中，只要成功一次就足够满足他们的期望。他们首先用一根棍子支起了鸟笼，只需拉动绳子，笼子就会迅速降下。强哥对自己的设计感到相当满意，但能否捕捉到鸟则取决于缘分。强哥将陷阱带到一片空地，摆放好捕鸟陷阱和野果，期望树上的鸟能够光顾。然而，当阿飘返回营地时，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原来是出门前忘了熄灭的火堆。如果再迟回一会，整个营地都可能被大火吞噬。这场火烧掉了他们所有的木柴，但强哥认为这只是小事，因为非洲最不缺的就是柴火。然而，他们意识到必须时刻有人看守火堆。夜幕降临，当2人准备入睡时，强哥在营地周围发现了一只蔽日蛛。这种大型蜘蛛不仅体型庞大，而且有着强烈的毒性，是非洲南部地区的土特产。强哥被吓坏了，不敢入眠，持木棍与蜘蛛展开激烈斗争，直到确认蜘蛛彻底无害，才重新躺下。然而，他们的熬夜被另一只蜘蛛的出现打破。强哥奋力追逐，但最终蜘蛛逃脱，2人熬夜到天亮。第2天清晨，强哥开始在营地四处搜寻，坚信那只蜘蛛仍然在附近。然而，阿飘逐渐受不了，认为强哥的精神受到了刺激，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捕猎，他们都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。于是，强哥只好检查捕鸟陷阱，尽管笼子已经降下，
但里面却空无一物，这让强哥感到有些沮丧。不过他搬着陷阱去其他地方寻找好运。然而天色已经阴沉了好几个小时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暴雨将持续很长时间，他们必须收集物资，提前做好准备。阿飘在营地负责砍柴，而强哥再次出门试图打猎。他觉得这次的挑战确实令人窝囊，小型猎物抓不到，大型猎物自己又无法应对。看着水牛们在前面悠闲的晒太阳，咽了一口唾沫后，强哥灰溜溜的离开。幸运的是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强哥发现了不少野果，虽然这些果子小的就像花生豆一样，但只要能吃，他们将其打包带回，准备与阿飘分享。强哥向阿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而阿飘早就准备好了传统的野菜。尽管两人这么多天都没吃到肉，但有阿飘在，他们不至于饿死。随后的大雨持续了整整2天2夜，两人都几乎达到了身体的极限。这几天他们依然没有蛋白质来源，就连野菜也几乎吃尽，饿得急眼的时候，他们只能灌下几口白开水。雨停后，强哥在灌木丛中找到了2个鹌鹑蛋，虽然这些蛋小的就像花生豆一样，但他们还是熬制了一锅汤，保持了一些仪式感。已经过去了1个多星期，一场新的暴雨再次席卷整个森林，他们的营地既不挡雨，又因为没有准备好干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堆被大雨淋灭。他们艰难地重新点燃火堆，没想到又遭遇了一场暴雨，将他们淋得透心凉。两人拼命为火堆吹风，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但火焰逐渐减弱，最终再次熄灭。没有火堆，他们的体温急速下降，两人只能抱在一起发抖。最终，阿飘气愤地决定放弃比赛，而被冻成狗的强哥也毫无异议。2个求生小白的首次求生之旅以失败告终。